At 29 and I find myself wondering what did happen to the last 10. I ran away with my life fast forward. 你好，我是 Ryan。之前我拍了一部影片，分享我为什么移居到日本福冈的心路历程。这段影片我想更多分享一些我来到福冈以后的生活细节。平常我大概会在7点多起床，8点左右出门前往办公室。不过今天早上我要去一趟博多区域所和法务局，就请你先跟我一起去这2个地方吧，顺便认识一下在日本生活需要证明自己身份的基本文件。我现在正在前往博多区域所的路上，我要去申请住民票。住民票是一张记录我们姓名、住址、个人 ID 等重要资讯的证明文件。日本不像台湾有身份证，当我们要进行正式的签约或是和银行申办业务的时候，需要先向政府单位申请一张住民票，然后用它来证明我们的自然人身份。因为我住在博多区，所以我就会在博多区域所登录我的户籍。这间区域所是新盖好的，不管是大楼设施和装潢都是最新的。大楼内部看起来也是干净整洁。我上到2楼后，会有服务人员协助我填写资料。这张就是我要填写的表单，填写好就领取号码牌，确认资料，然后等待我的号码，缴钱拿文件。这张就是住民票，一张要300元。日本行政单位的服务都非常好，我真的要用非常好来形容，客气有礼貌，细心又温柔。即便是日语不好的外国人，他们也会尽力搞定你需要办理的业务。刚才是申请证明个人的文件，现在我要去法务局申请证明我公司的文件。这份文件的名称是履历事项全部证明书，也就是公司誊本的意思。它可以证明我的公司是合法登记在日本法务局的公司。申请文件的方式和住民票很像，一样要去填写表单。但是如果你在开公司的时候同时申请这张印件卡，就可以直接透过机器申请。像是我要申请法人资料，我只需要插入印件卡，选择我要申请的证明文件，然后去缴钱，就可以拿到公司誊本了。其实法务局管的事情还蛮多的，我对于这个单位的了解还是有限。来到新的地方就是这样，不懂事情很多，未来还是会遇到新的问题。我尝试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继续学习新的东西。在日本处理这些行政业务，除了自己处理以外，也可以委托专业人士去处理。如果是处理个人业务相关的，可以找行政书士；如果是公司法人相关的，可以找司法书士。刚来日本的时候，我们能自己处理的，就尽可能的做功课，学习自己处理。一开始会很辛苦，也会做错事，但是如果能顺利完成，会对整个行政流程和政府的组织分工会更了解。未来要处理相关业务，我们自己就会知道如何去处理，不用一直依赖其他人。长期来说对我们是比较有利的，所以我们自己还是会尽力去处理相关的业务。法务局旁边有一间面包店，面包很好吃，种类也很多。附近的上班族中午经常会来这里买面包。我来法务局办事，都会来这里拿几个面包当下午茶或是隔天的早餐。一整个早上跑来跑去后，我要去吃饭了。今天我要去的这间餐厅很靠近长滨鲜鱼市场。这间鱼市场是福冈最大的海鲜市场，所以这间店的食材都很新鲜。它的店名是 Takehata。 这间店不太容易找，因为它在一条不起眼的巷子里。但是当我进去的时候，里面已经坐满人了。我点的是海鲜冻，只要900元。这种新鲜食材的海鲜冻很少卖到1000元以下的，所以这件是我个人收藏的口袋名单。如果你下次有路过这附近，可以转个身进到巷子里，品尝他们美味的料理。我总算要进办公室了，我今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。进去之前，先到超商买罐咖啡提神。我的办公室在大豪公园附近，其实更靠近西公园一点。西公园是福冈有名的樱花景点，樱花季的时候美不胜收。我经常会站在公园旁边欣赏，久久不能离开。我的办公室有一扇落地窗，早上会有阳光洒进来，但今天是下午才进来。但我更喜欢在早晨最专注的时候开始工作。今天我需要优化一个数据分析系统，让程式执行的过程能够更有效率。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写程式是枯燥的，但对我来说它是一种创作的过程。
但随着 AI 时代的来临，我尽可能的让自己保持积极学习的态度和热情，这样才能让自己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中不断成长。最近我花了不少时间研究 AI 在资料分析领域的最新应用。我会用 AI 帮助我发现系统中的盲点，优化程式码中的细节，这帮助我节省了不少时间。我相信 AI 未来能够执行的工作项目复杂度会变得更高，帮助我们开发系统的能力变得更强大。现在我每天都能学到新的知识，尝试新的想法。我的工作虽然忙碌，但也很充实，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，我也很享受在其中。我的生活中除了工作也包含了运动。运动这件事情会让我的身体感到舒服，因为我的公司就在大好公园旁边，所以我会在结束一天工作后到公园里面跑步或是散步走走。秋天的大好公园很舒服，凉凉的风轻轻吹过，落叶散布在步道上，夕阳的余晖照在湖面，像是一幅天然的画作。这里的环境能够让我放松，我会在这段时间沉淀自己的思绪。偶尔会停下脚步，看着湖边的鸭子悠闲地在水中滑动。这些看似平凡的小瞬间，能够让我感受到住在福冈生活的美好。我喜欢这种简单的生活节奏，白天全力以赴的工作，傍晚沉浸在大自然中放松心灵。对我来说，运动不仅仅是保持健康，更是生活的一部分。进入夜晚的福冈市区是繁忙拥挤的，街道上塞满了返家的车辆。我现在要去超市买今天晚餐的食材，拍摄影片的时间刚好是在年底。博多车站前的广场已经布满了美丽的灯饰和圣诞树。每年到了这个时候，广场会摆放桌椅和布置舞台，人群会在广场前喝酒，欣赏舞台上的表演，或是单纯的享受这浪漫又热闹的圣诞气氛。这间是业务超市，主要是贩售食材给做生意的餐厅，但也会贩售给一般民众。这里的食材丰富便宜，我经常会来这里采购平日所需的食物，有丰富的蔬菜，也有好吃的鸡肉、猪肉和牛肉，还有新鲜的鱼货和一整柜的冷冻食品。如果不想煮，还有煮好的熟食。今天我要吃火锅，所以我选了一包盐味的汤底，买了一些水菜和金针菇，还有鸡肉。这样有菜有肉就很丰盛了。回到家放好东西后，我已经开始饿了，我们要赶快开始准备今天的晚餐。这就是刚才去超市买的食材，先把菜切好，然后倒入汤底加热，放入食材，盖起来，最后把水菜放到锅子里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超快速美味料理，没有任何技术可言的鸡肉青菜锅。平常吃饱饭后，我喜欢做一些轻松的事情，像是看影集、听音乐或是翻翻杂书。我发现日本的杂志还蛮有趣的，像是这本杂志《住文住宅》是一种可以让我们买地，然后请设计师规划建造一栋属于自己房子的建筑方式。这本杂志里面包含了很多有趣的资讯，像是房屋风格、建材和建造房子有关的讯息。像是这一页提供了福冈和佐贺两县市的土地价格。这里有一个叫做春日市的地方，土地价格特别高。春日市可能不是观光客熟悉的地点，因为这里是纯住宅区，这里非常适合居住，尤其适合有小孩的家庭。现在画面中这条银杏大道就位于春日公园旁，秋天的时候，道路两旁的银杏透着阳光，金黄闪耀，非常迷人。我偶尔会来这里散步走走，在这里会让我感到悠闲自在，这里会比大豪公园还要更亲近一点。这本杂志看着看着，就会开始想象自己建造一栋属于自己的住文住宅。但现在就先用想象填满梦想吧，希望有一天能把这个梦想变成现实。这本是介绍福冈博多有名的拉面，它收集了所有福冈著名的拉面店。如果你来过福冈，应该听说过一双这家店吧。这本杂志把它评为博多最强的拉面店，因为我自己蛮喜欢吃博多的豚骨拉面，所以我会借由这本杂志安排去品尝不同风味的拉面店，感受福冈这座城市的味道。
我除了看杂志也会看一些中文书，还在台湾的时候习惯买实体书来看，但现在来到日本之后，买中文书不太方便，所以都是透过电子书来看。我最近在看《连结》这本书，这位作者在前几本书写的都非常出色，带给我许多启发和新的观点。这本书里面提到资讯的作用是连结，其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，资讯不一定是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，而是要把人事物组织起来。我希望能够透过我分享在日本的生活点滴，把喜欢日本或对福冈感兴趣的朋友连接起来。不管你是已经在日本，或是正在前往日本的路上，都希望你有一天能实现你自己的梦想，然后和我分享你的喜悦。谢谢你观赏这部影片到最后，おやすみなさい。